众多的部长当中，你的存在感好像比较低哦。这个明白，不用讲到这样客气的。他是真 brother 还是假 brother？ 假的啦，一看就知道。请问武士跟武术哪一个你会？都会。哇，所以好打得噶啦。科艺部每次都跟专业人士开会，你真的听得懂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。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房间最蠢的是我。有人说，政治人物就是演员，在政治舞台上有妆、有台词、有立场，但卸下这一切之后，他其实也是有故事、有笑点、有温度的人。不聊政治，我们聊人生、聊生活、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，从笑声到心声，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。政策很无聊，政治很难聊。Melody 不聊正事。你好，我是宝仪。那今天我们有科艺部长 YB 郑立康来陪我们一起吹水闲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 YB。宝仪好。YB 作为科学、公益及革新部的掌门人，为了要让一般的老百姓信服说你真的是科艺部的代言人，请告诉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有科艺感的3样东西。要想更久手表啊，我手表不错了，可以有 GPS 智能手表做运动啊，有时候去看看我的健康指数啊等等哦。这个智能电话可以吗？不错，果然很机智的回答。智能电话啦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时常都用智能电话啦，有时觉得用太多了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很多人有了，因为我刚刚去了中国，我觉得一个产品很不错，我就买了回来，还没有用过。有一个科技是它帮你增强你的这个专注力，然后让你还有让你容易入眠的。科艺部啦，单单听名字，这个部门感觉就是在掌管未来世界的一个部门。每次我们看的可能就是5年、10年或者甚至是20年，我们要规划。所以科技部比较多是在规划了，主要3样东西吧，一个是科学研究了，科研啊，电子啊，半导体啊，然后有这个航空科技啊，另外一个是我们要推广那个科学的教育。所以在我们的部分底下，我们有科学馆啊，我们有天文馆啊，还有我们就办很多这个学生的活动啦。然后另外第3种是我们讲推动那个我们讲科技的 startup 啦，初创公司。所以我们主要这三个点。如果要你用1、2句人话来解释科艺部做的事，你会怎么说？科艺部就好像空气一样，你平时感觉不到它存在，但是你没有它不能。掌声。这个答案100分，很好，谢谢。是我们关心跟了解过你身上很高科技的一些产品，还有科艺部做什么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还没有认识你这个人，郑立康 YB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们接下来看2选1，快问快答。ChatGPT、DeepSeek、电子书、小红书。男人哭吧不是罪，男人有泪不轻弹。男人哭吧不是罪。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。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。跑步还是踢球？跑步。舞狮还是武术？武术。勤奋的人还是幸运的人？幸运的人。I 人还是 E 人？我 E 吧。洋葱还是香菜？可以不要吗？OK， 等一下我会问你为什么不要。ChatGPT 跟 DeepSeek， 你选 ChatGPT。我想问你，平常部长的一日行程当中有在用 AI 来帮你做事情吗？我的办公室有吧，然后我自己的比较少。你自己嘞？我还是有的，你用 ChatGPT 来做么？有时候我太多文件了，我就用 ChatGPT 帮我 summarize 一下了啊。除此之外，有时候会问一下 ChatGPT 意见的，比如怎样煮这一份东西呀？所以 YB 对烹饪有研究？没有研究，就是因为没有研究，所以要问 ChatGPT。ChatGPT 的答案可靠吗？教你怎样？So far OK 啦，都可以啦。面子书跟小红书，哇，你的答案是小红书很阴的部长哦，看小红书的，像小红书什么内容？什么都看的。比如，你不要给我红包，这个答案官腔，什么都看。我看的东西很多是那种动物啊，野外的动物啊，或者那种小鸟啊，那种小鸟问
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 algorithm 就出现了，然后就想出现这种东西。跑步跟踢球，你刚刚讲到跑步嘛，他们说你现在已经跑得很专业了，跟你聊跑步，你可以聊得非常科艺化。所以来给我们听一下，现在跑步要怎么样跑得非常科学化？比如说跑步的时候，其实那个膝盖承受那个压力很大的。所以你要步频要够多啊，步频就是说你1分钟里面你跑多少步黄金步频180，所以你只要 make sure 1分钟里面跑180，这样你的脚的碰到地的那个时间就很短，你受伤的几率比较少啊。所以你在跑那1分钟的时候，你在算自己有没有180下？以前是这样笨啊，后来没有了，是有那个。音乐它是180下的，180个 beat per minute， 所以你就跟着那个，你就听那个音乐，然后你跟着它跑，后来你就习惯了。你说你不选踢球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球踢你。没有啊，老了不能踢球了。以前中学的时候有玩踢球了，但是也不厉害了。可是现在这个年纪还踢球，我最近也是常常看你有跟一群的国会议员在踢球哦。跟一般老人可以啊，这个年纪还踢球，所以有选择踢球的嘎叽，对，要选的。那天我们最近就跟那个非洲的使馆踢。然后之前也是有跟过联合国，就是全部国家都有的那个使馆踢。所以 YB 们在踢球的时候也是在做外交啦。基本上是啦运动外交。武师武术，你选武术请问武师跟武术哪一个你会？都会。以前。所以好打得噶啦。冇啦，强身健体吧，强身健体罢了。以前我是有打武术，有练武士的。曾经代表过霹雳州武士，武术没有，现在就已经是现在不要讲了。这样武术，你会练武术打过架吗？以前跟那些坏蛋的学生打过架没有啊？有武德的吗？很好，学武术要有武德。洋葱跟香菜，你刚刚2个都不选，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不吃你不吃的还有一样东西，青葱。对，你的挑食这件事情是身边的人都很被打喊的。你自己讲一下，你有几挑食？你遇到洋葱、香菜跟青葱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这个是很正常的嘛，洋葱、香菜跟。他们说不是很喜欢跟你吃饭，因为你吃饭很慢，除了吃饭的时候很爱讲话之外，你遇到这些什么青葱、洋葱，哇，是很有毅力的。坏人不要听这样。郑丽他的毅力是展现在他怎么样挑那个洋葱、青葱一根一根挑出来。不喜欢吃就挑出来了，吃东西要享受的嘛。好，2选1，谢谢你作答完毕。我们下来要进入的是他们想问的是，这个他们的第一个人是重量级人物，我们来看看他想問什麼。鄭立行，講真咧，識你咁耐，我又覺得你係一個幾與世無爭啦，同埋兼且冇乜計算啦，又唔識得勾心鬥角啦，就係一個即係基本上咩都 OK 嘅人。咁究竟你係點樣爬到今時今日喺公正黨做到副主席呢個位置嘅呢？真係好想知。回應一下小慧敏來。施主，你係啱嘅，多謝晒。與世無爭，冇咩計算，他的點解問了很多次，看來他真的很懊惱。你剛才講幸運跟勤勞嘛，是吧？你選幸運。我是真的是幸運了，比我之前的前輩或者我們講同儕，我比他們幸運很多，比很多人都幸運很多啦。但是你講我與世無爭就假的，我與世無爭就假的，因為一定有自己的一些追求，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什麼嘛。我覺得可能我的心態會比較樂觀一點，就隨緣一點不會太過執着，讓輸了過後東山再起咯，或者就再努力過咯。好，我想問你，你認不認同沒有殺傷力其實就是你最利的武器？也不是這樣講啦。如果說我有從政以來，我是很分明的。如果你講有派系色彩啦，還是意識形態，什麼都是其實很分明的。但是我沒有把這個東西變成是 personal 的東西，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可能我比較是啦，比較不一樣吧，跟其他人。好的。下一道我們再來看，這位是一位記者，我先提醒你。嗨，YB 立康，我想問請問你是一個比較低調的人嗎？因為我覺得比起其他的部長，我覺得你比較沒有那麼在乎名氣的感覺。以為我不在乎咩？我沒有不了嗎？這個問題
题就在于，好像在众多的部长当中，你的存在感好像比较低哦。这个明白，不用讲到这样客气的。我不是不在乎，其实我不是不在乎，其实当然啦，有几个因素。第一，我觉得我的部门是比较 back end 的，而且科技部它不是那种短期里面会看到成果的，一般上要需要一段时间的。就是部门的属性本来就比较难抢到头条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对，那个是一点呢。但是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我们搞政治这么久，我们懂。在政治里面，有时候要有争议性，你才有机会红了嘛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刻意去制造那个争议性，我就做不到了。但是如果你讲因为有一些课题或者我讲错话什么，制造了那个争议性的话，我会去面对。那我再附加多一道2选1在这里好，说错话上头条跟没话题被人遗忘。如果你讲刻意说错话的话，我就宁愿被遗忘。但是如果不小心说错话，那没有办法了。我跟你身边的人在了解你的个性的时候，就问他们，就是YB郑立康是不是存在感比较低？他们都说你的个性是不会抢风头的 ，C 位不是你的，你不会抢着占。这样的个性，我不会去 elbow 人家。这样的个性在当部长上面需要 publicity 这一块，会不会就比较吃力呢？是一个选择的嘛，因为你不能够说，我又要这样，又不要做这个东西，但是你又要出名又要红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选擇的，然後我就選擇了這樣啊。下一個我們來看你的政壇 brother 要問你的問題。三德中學出名係出產品學兼優嘅學生，但係我聽講你並唔係嗰個種類嘅學生嚟嘅喎，所以你係睇到好似好先生好隨和，但係舊擺你有冇一啲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歷史？有冇逃過學啊？對面就係 Ebola 咗喎，有冇俾老師打過啊？罰過啊，漏堂過㗎，希望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個黑歷史嘅經驗、黑材料嘅經驗。我首先想問你，他是真 brother 還是假 brother？ 假的啦，一看就知道這種問題啊。是，所以他說，哎呀，你們認識的鄭立康是假的，好好先生，這樣他其實是蠻叛逆的。請問你小時候叛逆嗎？不會。逃過學嘛？逃過學沒有逃過學。沒有逃過學，剛剛講也沒有打過架。沒有打過架，但是還蠻叛逆的，就是那種對家裡的叛逆啊，對父母啊那種啊。怎麼說？大學的時候，我們去參加那種社會運動，結果被警察抓，然後家裡就很反對咯，然後我就半年不回家咯。真的是為了搞學運，半年不回家。所以其實叛逆反叛這個個性是在你的 DNA 的咯，你覺得？我覺得可能並不是啦，很多時候很多人他不是因為他反叛而去做，他是因為他看了，他覺得接受不到這樣的現況，所以他才去做。所以我覺得，當然他可能就有兩種不同的啦，有些是真的反叛，我為了反對而反對，然後有些人是因為他覺醒了，他知道這個東西過後，他覺得不應該是這樣，所以我們去反對。我覺得我可能是後者啦。OK， 再下一道題。立康啊，我看你最近有去跑這個 Standard Chartered 的馬拉松哈，那很厲害哦。可是我就覺得，為什麼你的身體都瘦下來的？可以知道為什麼？想問你去跑馬拉松或者近期有開始跑步回，是為了要瘦身嗎？我們先確認這件事情。沒有嘗試那個跑步不一定會瘦的。對，跑步不一定是瘦的，為了健康嘛。其實我真的一開始跑步我為了健康，為什麼呢？就是其實我在去年才開始跑步了，因為多2個月要做 body check up 了，所以我就覺得哇不行了。臨時抱佛腳，有這樣的咩？對。然後後來就慢慢開始這樣做了。所以跑步真的純粹只是為了健康，沒有任何想要減肥的念頭。有，肯定也是有的。但希望跑下來可以瘦一點啦。在部長的1日行程當中啦，因為常常都要看到你們要去吃很多的宴會啊等等，jamuan 這些，其實會不會說要保持健康的飲食，或者說你就算跑步想要瘦身，因為你嘴巴上面也很難去控制你的飲食。而做就是瘦身或者減肥，對部長來說是知易行難的。其實真的是，因為一開始的時候，我很多時候不懂得 say no， 然後吃的時候就叫你自己吃這樣，所以那時候有一段時間肥是有一點啊，但是你覺得很不健康。過後我就覺得，不能了，不可以這樣了啊！那健康的指標都either是超標了，either就是borderline。
那就觉得这样不是很值得啦。以前人家叫你吃你就吃，到现在你开始懂得怎么样去调整了啊。对呀、对呀、所以是怎么样？你去到 Jamuan 吃少少啦，哦，吃少少或者就讲不能该吃了啦，就那种就开始懂得拒绝了。对。他们想问的事已经问完了，下来我们要看你敢不敢答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选一下，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的哦。OK 啦，我随便拿哪一个可以啦，你自己念出来，我都不懂是什么问题。要给你们看吗？科艺部每次都跟专业人士开会，你真的听得懂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。OK 啦，这个老实说，不是每一次都听得懂，真的，因为科艺部真的是很多不同的，比如我刚才讲，纳米科技，有这个材料的科技，有这个航空科技，又有这个什么核科技，什么一大堆，你不可能懂到完的嘛。是咯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懂 technical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把握那个方向，还有怎样发展嘛。有时候这些专业人士，尤其是这种他们专业人士一谈到他们的专业，他们很兴奋的，他们就会讲到一些什么东西出来。那你开会会放空吗？我不能放空了，我主持会议怎么放空呢？所以当去到那种，比如说我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，他讲得很爽，我讲讲英文可以吗？他讲我在讲这英文的，他在讲这英文，可是大家讲你讲英文可以吗？然后每个人都笑了，就是说大家都明白，之后他不明白不了，就是这样尊重一下气氛缓和一点，然后他也懂得收敛一下的。你当了科艺部长之后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去恶补啊？有啊，真的。怎么样恶补？买书来看啊，然后买那些行业啊，但是还是很痛苦的。就是比如说突然间他们讲那个 quantum computing， 然后就有一个 theory 出来，我就觉得哇，结果我就随便先记一下，然后回去的时候再谷歌，然后觉得不行，再买一本书来看。他们讲你开会的人不是博士就是教授，不然就是医生。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房间最蠢就是我。辛苦了，辛苦，真的辛苦。我们再给你抽到一刀，我要打完了吗？我不用打完了。最近积极拍片做科普，但好像没什么流量，你 set 吗？我觉得帮我拍那个人 set 一点哦。其实也是在讲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我会不会间接伤害到？我没有关系的，现在我很了解这个社交媒体了，就是可能你做100个，然后有2个爆。网红都是这样红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一直坚持不懈的做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条会是爆款。对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政治人物真的不容易做，每一个都要拍片、看流量、赚人家的赞。这种角色上的转换呢，你的就是社交媒体团队一直叫你拍很多片做科普，你会抗拒嘛？这样子？我很迎合他们的，任他们摆布。好哦，你看你讲说，网红都是这样做的嘛，做很多条，然后看哪一条爆。你自己有没有在研究或者参考哪一个政治人物他的 social media content 是做得很好的？你有没有参考哪一个政治人物？其实有，但是我做不到就是别人做的张念群。张念群的小红书很厉害的。但是我做不到的，几乎是说每个课题都去评论，然后或者就做一个科普的那种视频出来，我做不到。时间的问题啊。他也是很努力，他的量是很大的。对。这个时候不聊正事所有的观众跟听众还没有去给我们的 YB 郑立康的小红书啦、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点赞的话，或者追踪的话，现在好好的去看他的科普是做得很认真、很努力的。你看，我帮你打广告了。谢谢。好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些比较深入，谈一些未来的人生规划。你知道吗？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你是马来西亚政坛上第1位跟首相同一个政党里头的华人部长。我哪里听过这样的一个形容规格上来说，你已经是去到了历史高位。所以想问不管是在政党啦，或者在政府里头，你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你的人生巅峰了？好像你讲的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太多空间了啦，上升的空间，除非你换部门。你喜欢这个部门多点，或者你觉得这个部门比较好什么点，但是基本上就是换部门嘛了。可能未来10年、20年，我们也还没有机会看到华裔副首相啊。还有
有什么很想做的事在政治上？我没有什么野心了啦，也做不了什么啦。如果你问我个人规划什么，我觉得很清新，我有机会达到这个位置，对啊，过后就没有再想什么了。好的，谢谢 YB 郑立康，感谢你。谢谢宝仪，谢谢大家。网络的事情你懂吗？看网络啊，你刷一刷，这首歌都能够唱得出来了。哎，唱一下。本来应该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爬。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敢问，哎，到底 YB 的健康状况出了什么问题？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说，2020年有一个人在我后面就把我撑起来，把我